打开 Netflix 不知道该看什么吗？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久违的 Netflix 电影推荐。我们今天会介绍4部剧情片，然后1部动画片，我自己全部都看完，然后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推荐给大家。第一部呢，我们来介绍喜欢猫咪或是 Benedict Cumberbatch 的人千万不要错过的天才猫奴画家。如果当初福尔摩斯影集没有看过瘾的话呢，我跟你说一定要看这一部，因为 Cumberbatch 又在饰演另外一个天才怪胎了。他好像专门挑这种什么疯癫天才在演这样子。那这部电影主要是在讲述英国插画艺术家路易斯·韦恩的一生。这位艺术家有什么特别的呢？原来在英国19、20世纪是没有人在养猫的哦。可以想象吗？就是猫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动物，就是跟神秘学跟巫术比较有关系，感觉是一个比较邪门的存在哦。那个时候的人顶多就只会用猫来捉老鼠，并不会特别养在家里哦。然而主角路易斯·韦恩因为老婆意外把猫捡回家养，渐渐开始发现猫咪的可爱之处。进一步呢，他开始帮猫咪作画，没想到他对猫咪的细腻观察竟然让他的作品一炮而红，全英国人都因为他而开始注意到，原来猫是一种非常呆而且可爱的生物。然而呢，路易斯·韦恩看似风光的表面，其实背后藏着非常凄美忧伤的故事哦。例如说电影里面有提到他贫穷的出身啊，或是他另一半的状况，这些都导致他的后半生陷入了疯狂。天才猫奴画家由导演威尔夏普执导，他是一位日裔英国人。To tell his story as empathetically as possible. So I think it's trying to help the audience today to connect with someone who himself was in search of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那这边我想要特别提到天才猫奴画家，他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Electrical Life of Louis Wain。那 Louis Wain 是主角的名字，但是我一开始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这部跟猫有关的电影跟 electrical 这个单字会扯上关系，或者是在看影片的过程当中，主角会一直提到电流，就是完全没有逻辑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就是最后的结局就会告诉你电流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常非常推荐这一部。第二部要介绍电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一位刚经历惨痛离婚的美国女作家来到意大利的托斯卡尼游玩，冲动之下呢，买下一栋非常老旧的别墅。在修整房屋的期间，她也开始尝试修补自己的心灵创伤。这部电影非常老了，它是2003的电影，但是最近呢，在 Netflix 上面重新上架。那这部的主演是戴安·莲恩跟吴珊卓。而且呢，吴珊卓在里面超级年轻的。那这部电影呢，虽然被归类为浪漫喜剧，你可能会以为是一个什么美国人跑到意大利，最后找到另外一半真爱，然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那你就错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因为这部电影不只是浪漫喜剧，就它不是传统那种公主跟王子 Happy Ever After 的那种恋爱剧。就这部电影呢，除了它的剧情还蛮好看之外，它也在宣导一件事情，就是恋爱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就是其实除了爱情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非常多重要的东西在你身边值得你去关注，例如说友情啊、家人啊，或者自我探索。就是不知道各位小时候，尤其是女生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说爱情啊，或者找到对的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一定要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才算是有活过。我现在觉得这样子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话，他要怎么去爱别人？所以就跟这部电影一样，一开始这个女主角买了一个空空的房子，不知道该装什么，她就预设说她以后可能就是要找一个老公，然后就嫁了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不要预设立场，才会有健康的感情出现。所以它的步调有一点慢，但是因为它全部都是在意大利拍的，所以每个画面都非常的美。看完之后内心会觉得还蛮温暖的，所以就推荐给大家。Why do you think it touched the chord with so many people? Well, I've wondered that a lot. It's a woman taking a risk and doing something out of the plan and out of expectations, even her own expectations. 在第3部呢，我们来讲一部动画片，叫做 Klaus 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虽然说圣诞节已经过了，但是我大力推荐这一部在2019 Netflix 的原创动画电影。动画电影最近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政治正确过头嘛。但是这一部呢，完全不用担心。那它故事大纲呢是在讲述身为富二代，但是其实是废柴的主角 Jasper， 他被他的老爸呢流放到边疆地带一个冰冷黑暗的小镇当邮差。那为了要做业绩呢，主角就必须要跟村民拉近关系嘛。但是村民呢完全不理
情，直到主角 Jasper 意外认识了一位玩具工匠 Klaus， 两个人各自的目的还有背景意外相合，他们之间的合作呢，为这个小镇带来了改变。这是一部适合合家观赏的圣诞节电影。那这一部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虽然它整个故事是虚构的，比如说这个小镇啊，或者是它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大家会发现这个剧组非常用心，把各种圣诞节的传说都安插在里面。比如说为什么会有雪橇跟麋鹿啊，圣诞老人为什么要穿红色，或者是只有乖的小孩才会有礼物，诸如此类的，完全不会拖戏或冷场。而且主角群跟小镇的村民都非常有特色，就是个性很鲜明。那除了剧情很感人之外呢，这部电影的美术也非常强大哦，就是会很明显前半段的电影呢，就是属于比较黑暗，然后冷色系的风格，然后后半段呢就变得非常的温馨可爱，是比较属于暖色调的感觉。那这部电影呢是由西班牙知名动画师 Sergio Pablos 一手打造，他之前是在迪士尼制作动画片的大师哦。那蛮特别，就是这一部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是他第一部指导又同时写剧本的作品。那虽然说是首度制片，但是我觉得他在动画还有剧情当中有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你会觉得他的画风非常的好看，但是同时他的剧情并没有被牺牲。那这部电影呢，我自己个人最喜欢也最有印象的就是 Marco 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在讲什么语言你完全听不懂，但是他就是超级可爱的。那这部电影里面也有一个金句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它的英文原文是 A true act of goodwill always sparks another， 中文大致上的翻译叫做真正的无私之举总能启发他人的善行。这是一部非常赞的动画电影，推荐给大家。再来第4部呢，要来推荐瑞斯·韦斯彭主演的《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这部电影呢，大家可能都稍微有看过封面哦，它是2014的电影，已经10年了。主角雪儿在遭遇母亲过世、婚姻破裂之后，背上背包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长达1100英里的远足之旅，以寻求自我疗愈的冒险故事。你可能会想说，看一个女的爬山是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介绍这个太平洋屋脊步道是一个怎样的步道哦？太平洋屋脊步道它非常特别，就是它在美国的西半部是一长大条的，全部走完要3个月，而且路途完全没有任何网路或搜寻，中间呢还会路过各种地形，例如说森林啊、沙漠或雪地。在这个践行过程当中，就是有点像是在修行，这必须要说真的非常的危险。例如说你水没带过或是走错路的话，真的会有致命危险。但是过程当中，这个电影会一直回顾说为什么主角会踏上这个旅程哦，他为什么会堕落啊，然后如此的破碎跟无助，还有就是他怎样透过这个旅程来疗愈自己的心灵。这女主角瑞斯·韦斯彭，她真的是摆脱她的甜心形象来演这一部哦，她真的有演出那种堕落的垃圾感，所以她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完全不甜，就是跟之前金发尤物里面的形象反差超大。但是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无法磨灭她就是一个超级大真妹在爬山，所以路上呢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帮助。总体而言，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鼓舞人心，然后很感动的故事，就他个人的心结也随着他的行李越来越少而解开。所以如果想要来一点焕然一新、改变人生的电影的话呢，蛮推荐这一部的。在第5部，我们来看《缝补灵魂的天使》Redeeming Love。这部2022的电影呢，是在讲述男主角农夫 Michael 向上天祈祷给他一个老婆，结果他意外对名妓 Angel 一见钟情。一路上他们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因为女主角 Angel 的自我认同以及过往的阴影，让他自认为不值得幸福或是被爱。但是男主角却有圣母光环，无限的接纳他。因此呢，在感情拉扯之间，女主角也开始有了改变。我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不用讲什么剧情，只要看女主角的颜值就够了。真的就是 Angel 超正，而且她那个时候真的是颜值巅峰，就是她有演出一个背景非常悲惨，然后楚楚可怜，但是又强悍有尊严的那种感觉。但这种片通常都会出现一些逻辑死角，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男主角怎么可能会一直包容她？那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部片其实有点宗教成分在里面，就是从女主角完全不相信神，到最后她终于愿意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就有点赎罪那种感觉吧。那虽然说这部电影的故事脉络还蛮简单的，但是就像我说，我觉得女主角就非常够看了。而且因为她真的太漂亮，所以我就去搜寻她其他的作品，但是呢，我觉得都没有这部的颜值巅峰，这就有点小小的可惜啦。然后最后呢，我也想要提到最近我有在看 Netflix 的动画，就是包含芙莉莲跟猫猫。那芙莉莲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有在看了。我觉得这部中古冒险的动画片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的魔法场景非常华丽而且好看，然后里面几乎没有爱情的成分，主要都是冒险居多。就是喜欢中古冒险类啊，什么精灵啊、战斗啊、魔法之类的，一定要看这一部动画。那至于猫猫的部分呢，它的全片名叫做《药师少女的都狱》，那女主角的名字就是猫猫。那这部电影其实是属于比较女性向的动画，这部的主轴是推理侦探，然后它的背景是在虚拟的中国，然后它会那么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它的爱情成分非常的细微，就是女主角其实是一个爱情白痴这样子，就也蛮好看的，推荐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 Netflix 电影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大家最近有看到什么样好看电影，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推荐给我哦。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